二强牡丹叶子部分啊，已经画好了。紧接着我们要调颜色，画叶子。画叶子用太青蓝加藤黄，再加墨调均匀。然后笔尖要沾一点墨，要注意离花头近的地方呢，用笔要仔细，要慢一点啊，不要这个颜色蹭到这个花瓣上了。画叶子注意啊，三叉九顶，即使很复杂，覆盖关系也要搞清楚哪个是前哪个是后啊，哪一笔是从哪里出来的，像这样清楚侧的还是正的还是被遮挡的啊。一般3笔一片叶子啊，画的时候这个细节的尖儿的地方尽量沾一点墨啊，沾点墨，把花片墨弄得很深很黑，一片黑黑的，这样花头就衬托的不漂亮了。像我们画远处的这个竹顶叶片啊，画叶片的时候也是先侧锋起笔，顺锋推笔，然后再提笔，觉得小了左边再补一下，右边也要再补一下，运笔要慢，尖儿的地方靠近花瓣的地方要仔细推笔啊。空白的地方呢可以切一下啊，切出这个花瓣的这个锯齿来，用黑的水分要干一点去切，其实这样就可以啊。顺便可以把其他的地方也切一切，补充颜料，画上左右两边的叶片啊，这边可以大小不同就可以啊，大一点小一点，然后根据这个被遮挡的透视关系来画叶片啊。画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还是要考虑一下构图哦，这个枝干还有这个花茎叶茎从哪里出枝要想清楚。被遮挡的叶子呢画淡一点啊，把笔洗一洗，把这个深的颜色洗出去就可以。这个时候我们要继续观察什么地方呢，要丰富这个叶片子。那么这个花头的趋势是往右偏，所以我们右边呢加一组叶子啊。这叶子有点出去了啊，有点出画面了，因为这个纸有点小。那远处的叶子呢，我们可以画的浅一点，不要太深了，太深了呢它抢劲了啊。近实远虚，虚的叶子要淡一点点，按这样的运笔就可以啊，轻轻的勾画几笔，那么一组叶片就出来了啊。一定要记住，这个叶子呢，尽管有围着花头的地方，但是也有出枝的地方啊。如果不出枝呢，就围一圈不太好看。现在我们要画淡叶子，补充这个画面的疏密关系啊。什么地方是密的，什么地方是疏的，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密的啊。密的地方呢，有深的叶片也有浅的叶片啊，这样穿插才会显得更有层次感。这个叶片要不要有尖儿呢？可以有，也可以没有啊。一般有一点感觉更好看一点嘛，更自然一点。在画的过程中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这个叶片的形状啊。叶片的形状一般会有方的、尖的、圆的、长的，方圆尖长顶都要有啊。还要有这个遮挡关系，哪一些被遮挡了，哪一些在前面，就是层次要分清。一般近的景色呢，近的叶片颜色深一点，然后其次呢就是中间的再浅一点，然后靠顶后面的呢颜色是最浅的啊。当然明度也要降一降，这个时候可以把笔洗一洗就可以啊。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呢，就是一组叶子画出来了。现在呢我们要画出这个花头的花茎啊。花茎用支绿调珠标调胭脂，
要确定这个花头的方向啊，然后呢，先默默的走一笔这个花茎的趋势，然后呢，用中锋用笔啊，中锋用笔画出这个花茎。如果依次没有画完，可以附加，趁颜色没干的时候再补充一笔。补充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花茎的长度啊，还有转折的点。如果离画面太短，这个老枝干可以不用画，直接这个嫩的花茎直接画到底就可以啊。因为有时候呢，嫩的花茎画短了显得不好看，所以我们尽量画长一点。如果下面没有空间画老枝干，我们老枝干就先不用画啊。画花茎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一点，花茎的颜色为这个枝绿啊，有长短的，有粗细，有瘦弱之别啊。画花茎用中锋，以流畅的线条画出这个圆润的质感，挺拔秀丽的姿态啊。通常我们先用藤黄调花青，藤黄调头绿，然后调成芝绿色，然后笔尖再调一点朱标，然后最后再笔尖调一点点胭脂啊。画的时候粗细得当啊，不应该有太多的顿挫啊或者转折啊，尽量用中锋，一笔画出来比较好。然后我们再考虑啊，左边画叶子，左边画一组嫩叶子，那么嫩叶子的三叉九顶要记住啊，先画中间一笔大的，再画两边小。这个调色跟画花茎的调色是一样的啊，枝绿，调朱标，调胭脂啊。这个看不到了啊，有一点点地方看不到了，不过这个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自己想一下吧。下次我就把这个摄像头调高一点啊。接着我们需要画出这个叶茎啊，画叶茎的时候呢，用笔要流畅，一笔流畅的画出啊，跟这个叶片衔接得当。还是笔尖要调一点胭脂啊，如果一次性画不出来，先勾画一下啊，先勾画走一遍啊，一般2点定出一条直线。我们不仅要直，我们还要有一点弯度啊，所以一般呢，就相当于画撇一样啊，左撇右撇啊，画花茎、画叶茎都是要一笔形成啊，形成流畅的线条，切莫顿挫。一般只有老枝才会有顿挫。然后我们顺势画出叶柄。一般用中锋画花茎啊，以流畅的线条画出这种圆润的质感。
再用一支狼毫的笔啊，蘸浓墨啊，画这种枝干，一定要干一点。这个牡丹的这个枝干呢，经常分叉啊，用这个还可以用赭石。这种老干呢要画的，用枯笔啊，运笔用偏锋、中锋结合啊，实中有虚，虚中有实哈，线条不要太光滑了，可以多多的顿笔啊，运笔的时候稍微慢一点，有时候可以转动啊，也可以逆锋用笔，也还可以用赭石和墨啊，也可以用纯墨来画老干。老干上一般会长一些嫩芽，这个嫩芽可用黄绿蘸上曙红或胭脂，点在枝干的顶端。这个枝干出枝是有规律的啊。我们画枝干呢，一般有2种形式，一种呢，出枝从主枝分出来的分枝，两者之间呈 V 型，那么两者之间的角度从15度到360度不等，交叉的地方要么呈 V 字形，要么呈女字形啊。运笔的同时要注意啊，运笔的方向和我们这幅作品的趋势啊，往哪边走，要根据趋势图来决定啊，趋势为王，这涉及到构图。老枝干呢，如果明暗关系不很明显，我们可以用笔尖侧锋稍稍的勾一下这个老枝干的轮廓线啊。勾的时候要注意穿插关系啊，有没有被遮挡的？有被遮挡的就看不见的就不画，看得见的呢也要画出来，让人看起来它是一个连贯的一个整体。我们再考虑一下哪里需要出枝，哪里需要穿插，这个需要慢慢的斟酌，用笔稍慢啊，逆锋、顺锋、中锋用笔全部能用到啊，一定要记住笔要干枯一点，要画的有浓淡干湿相结合。如果这个枝干的立体感不是很强，我们可以勾一勾它的轮廓线啊，也可以点一些胎点。最重要就是注意穿插关系啊，水分不要太大，宁可干一点，多一些枯笔，也不要太湿了。根据需要呢，我们可以在画面上添加一个花苞，用牡丹红、胭脂画一个小花苞。这个花苞是根据这个构图需要最后添加的。一般在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不确定这个构图，然后我们最后做调整的时候，如果需要什么，我们可以添加什么啊。一般就是宁可少一点，也不要乱一点。当然这个花苞呢也可以不加啊，但是我们想加还是可以加一下，画面感觉更丰富一点，更热闹一点。我们用支绿啊勾出它的花茎啊，然后接着画出它的叶片啊，因为这个是嫩叶子啊，所以我们颜色会调的深一点啊，用的是支绿调珠标调胭脂啊，注意三叉九顶和穿插关系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一笔小啊，根据朝向三叉九顶的朝向画出它的花茎叶茎。
勾叶柄的时候，注意要速度啊，要流畅一点点。紧接着我们补充颜色，继续调整画面，是否继续添加叶片。这个叶片根据画面需要啊，有时候呢不需要我们不加，如果需要也可以加。接着我们继续调颜色，把这个嫩芽全部补上啊。有一些地方根据画面需要补充一点嫩芽，会增添画面的生机感。这个嫩芽调色还是支绿调朱标调胭脂啊。一般在这个老枝干顶端可以补充一些这个嫩芽。这个嫩芽一般在春天，在1、2月份的时候会有一些嫩芽，到了3、4月份这个嫩芽就长大了，到了夏季就会长成这种枝干啊，这样嫩枝干，或者上面有花头花苞。我们继续添一些胎点啊，芽点吧，芽苞，还是用这个颜色来添加啊，支绿朱标胭脂，再增加一些这个嫩芽的胎点。这要考虑一下画面的这个色彩感觉啊，添一点生机。我们可以在花头的边上添加一些嫩的叶子啊，那么整个画面显得比较有生机感。一般一幅画面呢，前面的层次、后面的层次、上面的层次都要分清楚，根据需要添加。就是这个嫩叶子的添加不是必须的啊，就是我们感觉画面有点单调了呢，为了增加画面的生机，丰富一下我们画面的这个色彩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添加一些嫩叶子。嫩叶子和老叶子相互穿插，有遮挡关系，若隐若现的，这样就可以啊。就是能添的地方，需要添的地方你就添上，不需要的就不用添啊。这个根据个人的这个对画面的把控能力啊，控制画面的这个能力非常重要啊。通常我们一般要多做一些欣赏啊、参考、学习理论知识啊，就是枝干的组合画法。枝干和叶子和画面的整体色彩关系，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啊。那么这整幅作品呢，基本上就这样画完了啊。然后剩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呢，就是要把叶筋勾一勾。老叶子用墨来勾叶筋，嫩叶子用胭脂来勾叶筋啊。要用一支细长的毛笔啊。我们这边还可以补充一组嫩叶子，这也是根据画面需要啊，因为我们在一开始没有画它，这是后面添加的。经常有时候你考虑画面感觉会有点单调啊，或者穿插关系不足啊，我们可以丰富一下，然后就可以加一些叶子啊。这个叶子的色彩还是用之前叶子的色彩就可以，这样画这个叶茎啊，要一笔画出来，要顺畅。这个时候我们平时要多练这种笔触啊。用一支勾线笔啊，调胭脂，画出嫩叶子的叶筋。叶筋呢，尽量不要在正中间，稍微偏左或偏右一点啊。然后再勾上左右两边的这种叶片的轮廓，
一般两三笔就可以啊。接近叶尖的地方的这个叶筋稍微密一点啊，叶根的地方可以大一点，只要表现出这片叶子的这个趋势就可以啊。比如说它是正的还是反的，那么勾叶筋就不一样啊，要勾出叶片的趋势来。我们补充一点颜色，继续画这种叶筋，全部用胭脂勾。笔尖儿尽量尖一点啊，尽量选择勾线笔啊，粗一点的毛笔或者是积聚笔都可以勾。就是这个毛笔的尖儿可以长一点啊。继续勾这种叶筋，中间是主的哈，左右两边呢，可以勾个1-2笔就够了啊。勾叶筋主要是使我们这个画面呢，更有生机感啊，给我们画面添加色彩的，也是很重要的啊。要顺畅，不要有顿笔啊。紧接着呢，我们再勾这个老叶子啊，勾老叶子也是要用勾叶筋的笔啊，尽量要笔尖要长一点。跟勾老叶子的叶筋呢，要用墨来勾啊，浓墨勾就行。我们先用浓色勾浓的叶子啊，勾的淡的差不多了，这个笔上的颜色变浅了，我们再勾这种虚的叶子。我们现在可以把颜色调一调啊，勾这个叶筋。浓叶子用浓墨勾，淡叶子淡墨勾。勾叶筋的时候要迅速啊，一笔勾出来啊，要流畅一点，一定要流畅一点，顿笔就不好看了。还是从中间稍微偏一点啊，左右两边都勾一勾。虚的叶子也要勾一勾，要记住这种勾的这种浓度啊。我们继续把其他的地方都勾一勾啊。那么这个叶筋勾完了，这幅作品呢，签上字儿就算完成了啊。有一些比如说想要加一些水珠啊，这个后期都可以加啊。那么当这个叶片接近花瓣的边缘的地方呢，我们可以拿尖一点的毛笔给它勾一点，切一点锯齿出来啊，这样能显得这个花朵的花瓣呢比较自然的。淡的叶子呢用淡墨勾啊，勾的时候也是要顺畅流利啊，不能有顿笔。那么这样呢就算勾完了啊。那么一整幅作品呢，经常会有一些配景，那么后期呢想画一些水珠啊，想画一些蝴蝶啊，都是可以的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签上字儿，这也就算完成了。那么现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加一些淡的叶子呢？就是要表达画面的层次感啊，就是虚的让它虚到后面去啊。那么这个呢勾出来就是前面的叶子深，中间的叶子呢绿，后面的叶子什么淡，那么层次感就非常好了。那么这幅作品画到这里，一般会调整一下啊。不仅这个嫩叶子有淡的，老叶子也会有淡的啊。因为我们老叶子已经画了几组，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不用再加了。加了这些淡叶子、叶筋呐、叶柄呐，也都要勾上啊。那么这一幅作品呢，基本上就画完了。
叶子的叶筋也要淡一点啊，用淡的胭脂色去勾，勾的时候也要流畅一点。那么我们再观察一下，看看哪一些地方需要再调整的，需要再修改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给它修改一下。画到这个时候还是要观察左边啊，因为右边挺密的，左边呢我们需要加一组叶子啊，因为左边感觉重心全部在右边，左边少了东西。因为左边的这个纸的空间比较小，所以我们叶子基本上都画在右边了，那么左边有感觉重心不稳了，所以我们需要在左边再加一组叶子啊。这个叶子呢不宜太深啊，用淡淡的这个墨绿色来画就可以。然后也要先勾画一下啊，具体位置在哪个地方更合适啊。我们先用手勾画出我们的这个画叶子的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有点挡住了啊。画的时候也是从主叶开始画，也是三叉九顶啊，也要交代清楚，主的次的交代清楚。为了突出这个嫩叶的叶茎在前面，我们后面的这个叶子呢要给它留出来啊，不能全部涂上了。三叉九顶的在后面要交代啊，这一层尽量画的叶片要淡雅一点点。这个勾完了之后呢，还是也要把叶茎勾上啊，叶茎勾上，叶柄都要勾上，层次关系、来龙去脉都要交代清楚。那么这个呢就画完了啊，再给它勾上叶茎就可以了。浓墨勾叶茎的啊，顺着笔触的方向去勾。